镜头里，川普正手持钢笔，在刺眼的闪光灯下签下厚厚一叠关税文件，神情张扬地向支持者挥手，口中重复着让美国制造业伟大的竞选口号。下一秒，画面无缝重叠，中国商务部官网弹出醒目的出口管制公告，白色背景上的黑色文字简洁有力，却暗藏千钧之力。所有人都预判，川普回归白宫后的第一把火必然是重启关税战，用贸易壁垒倒逼制造业回流。但他们都错了，真正决定博弈走向的杀招从不来自白宫的行政令，而来自北京的精准布局。就在川普为关税政策造势之际，中国针对稀有金属与关键原材料的一系列定点行动正式落地。这绝非简单的贸易反制，而是一场直击美国产业命脉的降维打击。川普毕生吹嘘要让工厂重回美国，可中国这招釜底抽薪，直接掐断了美国高端制造业的上游根基，让那些计划落地的工厂还未开工，就先面临无米之炊的断供危机。这一次，习惯了极限施压的川普是真的踢到了钢板上。这场博弈的核心早已跳出加关税 vs 反加税的传统框架。当川普还沉浸在20世纪的贸易摩擦逻辑中时，中国已经悄然掌握了21世纪全球供应链的命门，稀有金属与关键原材料的精炼产能及技术。看似不起眼的铬、锑、锗以及被称为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早已成为芯片、雷达、导弹、高性能电池等高端制造的核心支撑。中国的软封锁本质上是用供应链话语权对美国的产业升级与再工业化计划进行精准狙击。中国此次出手，精准锁定了稀有金属与关键原材料这一核心赛道，实施的并非全面禁运，而是针对性极强的清单式软封锁。这种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不引发全球产业链恐慌，却能精准打击美国军工与高科技产业的命门，实现一击即中的效果。首先，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镉、锑与稀土加工技术绝非冰冷的工业原料代号，而是高端制造领域不可或缺的工业味精。少了它们，再先进的设计蓝图也只能沦为废纸。铝作为一种稀缺性战略金属，全球储量仅约150万吨，而中国掌握着全球92%以上的精炼产能，它的用途极为关键。在半导体领域，铂是芯片焊料的核心成分，能提升芯片的耐高温性与稳定性。在军工领域，铂化铂是红外探测器、导弹制导系统的核心材料，美国 F-35隐形战机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每台都需要消耗约 0.5 公斤高纯度铬。一旦失去中国的一供应，美国军工企业的导弹、战机生产线将直接陷入停滞，而重启本土精炼产能不仅需要至少3年的建设周期，单位生产成本更是中国的3倍以上。缺与缺的战略价值更是直接绑定半导体与雷达产业的生死线。其是一种半生金属，无法单独开采，其高纯度精炼技术长期被中国垄断，全球96%的矿产能集中在中国。在射频芯片、生化的半导体、雷达组件中，铅是不可替代的核心材料。美国雷神公司生产的防空雷达，每部需要消耗约2公斤高纯度铟，而氦则广泛应用于红外光学器件、光纤通信、太阳能电池。美国军方的夜视仪、卫星通信系统都离不开高纯度氦的支撑。中国此次将纳入出口管制清单，明确禁止向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英伟达等特定美国企业出口，相当于直接切断了这些企业的上游原材料供应。更致命的是，美国本土几乎没有多
脱精炼产能，即便从澳大利亚、加拿大进口原矿，也必须运往中国进行精炼，因为全球范围内暂无企业能实现同等规模、同等成本的替代生产。相较于原矿稀土加工技术的封锁，更具决定性意义。中国并非全球唯一的稀土原矿产地，但掌握着全球95%以上的高端稀土分离提纯技术。稀土分为轻稀土与重稀土，其中重稀土如砷是新能源汽车永磁电机、隐形战机涂层、高性能电池的核心材料。美国、澳大利亚虽有稀土原矿，但缺乏先进的分离提纯技术，只能将原矿运往中国加工，再进口成品。中国此次不仅强化了稀土成品的出口管制，更严禁相关加工技术的转让。这意味着美国即便想自主生产，也会卡在技术壁垒上，再工业化成本将飙升至无法承受的水平。从策略上看，中国的管制实现了从大规模反击到精准点杀的升级。过往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的反制多集中在农产品、汽车等大众品类，覆盖面广，但针对性弱，易引发国内产业反噬，也难以触及美国核心利益。而此次清单式管制精准锁定美国军工与高科技企业，不影响全球其他合规企业的供应链，既降低了国际舆论压力，又最大化打击美国战略产业。其底层逻辑极为清晰，关税战的核心是价格博弈。美国可以通过加关税提高中国商品成本，却无法在短期内替代中国的稀有金属精炼产能与技术。你可以加关税，但我能让你有钱也买不到核心原材料。这种供给垄断的杀伤力远胜于单纯的贸易反制。数据足以印证中国的垄断地位。全球若精炼产能，中国占比 92%， Gona 占比 96%， Jona 占比 88%， 稀土分离提纯产能占比 95% 以上。在技术层面，中国在稀土高端分离、前体、纯等领域拥有超过 70% 的全球核心专利，形成了从原矿开采、精炼加工到成品应用的完整产业链闭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显示，若美国强行重启本土稀有金属精炼产能，单条稀土分离生产线建设成本超10亿美元，投产周期至少3年，且单位生产成本是中国的 2.5 减3倍，完全不具备市场竞争力。这种产能加技术的双重壁垒，让中国的软封锁成为无解的战略武器。中国的软封锁精准命中了川普政策的3大核心支柱：降通胀、制造业回流、能源战略，形成连锁反噬效应。川普的竞选承诺逐一落空，不仅动摇了选票基本盘，更让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加产业空心化的双重困境。逻辑一：通胀回旋镖击碎选票基本盘。川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向选民承诺，上台后将6个月内把通胀率压至 2% 以下，将高通胀归咎于拜登政府的财政刺激与能源政策，但其核心解决方案加征关税与制造业回流本身就与通胀控制形成悖论，而中国的原材料管制则直接让这一承诺沦为空谈。关税本质是对进口商品加征成本，而原材料断供则是从上游切断供给，形成成本推升加供给短缺的双重通胀压力。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高科技制造业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8.2%， 其中半导体元件、军工零部件因原材料短缺，价格涨幅超 15%， 并快速传导至终端消费市场。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家电等产品价格普遍上涨 10%、-20%，
核心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重回4%以上区间，远超美联储2%的目标。川普的核心选票来自美国中下层选民与铁锈地带工人，这一群体对物价波动最为敏感。2018年贸易战期间，美国农场主、零售商因关税成本上升遭遇重创，成为川普支持率下滑的重要原因。而此次二次通胀中，能源、家电、汽车等日常消费品价格飙升，直接冲击选民利益。民调数据显示，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等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下跌5到8个百分点。原本坚定支持他的铁锈地带工人，因生活成本上升纷纷转向中立，其选举根基彻底动摇。更致命的是，美联储陷入两难困境，为抑制通胀需维持高利率，但高利率会推高美国政府债务利息支出。目前美债利息已超国防预算，同时抑制制造业投资。若降息刺激经济，则会进一步加剧通胀，形成滞胀恶性循环。逻辑2，制造业泡沫破裂，回流计划沦为自杀式布局。川普毕生执念于让制造业重回美国，计划通过税收优惠、关税壁垒、补贴政策，吸引特斯拉、英伟达、英特尔等科技巨头将产能迁回美国。目标是让美国制造业占 GDP 比重从目前的 11% 提升至 15%。但他忽略了一个核心前提，这些企业的供应链根基早已深度绑定中国。中国的原材料管制直接让回流计划变成投产及亏损的自杀式布局。特斯拉的困境极具代表性。特斯拉德克萨斯超级工厂投资超100亿美元，计划年产50万辆新能源汽车，是川普制造业回流计划的标杆项目。但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石墨负极、稀土永磁电机完全依赖中国供应。中国对石墨负极新能源汽车电池核心材料占电池成本的 15%， 实施出口管制后，特斯拉被迫寻找美国本土替代供应商，但其本土供应商的产品不仅成本高出 30%， 良品率仅为中国企业的 70%， 导致工厂产能利用率不足 50%， 单辆车生产成本增加近2000美元。更严峻的是，稀土永磁电机的核心材料铵被纳入管制后，特斯拉无法获得稳定供应，只能暂时停产高端车型，工厂陷入有订单无零件的尴尬境地。英伟达的芯片产能枷锁同样致命。英伟达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芯片工厂，投资超400亿美元，号称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复兴标志。但芯片制造所需的砖等关键材料完全依赖中国进口。中国的管制直接导致工厂建设进度停滞。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公开表示，若无法获得中国的光桌供应，亚利桑那工厂将无法投产，即便投产，芯片生产成本也将上涨 40% 以上，失去全球市场竞争力。事实上，不止特斯拉、英伟达、英特尔、通用电气等企业的回流计划都因原材料断供陷入停滞。川普吹嘘的制造业复兴最终沦为一场无人买单的泡沫。逻辑3，能源转型死胡同，新旧能源博弈完败。川普始终是传统石油能源的坚定支持者，上台后立即重启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项目，削减新能源补贴，主张用石油能源稳住美国经济。但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已不可逆转，电能正在取代石油成为21世纪的核心能源载体，而中国凭借光伏、储能的规模优势与产业链掌控力，让美国的新能源转型陷入成本高企的死胡同。中国在光伏领域的垄断地位，让美国新能源成本失去竞争力。全球光伏组件产能中国占比 85% 以上，通过规模化生产与技术迭代，
中国光伏组件的镀电成本降至 0.18 美元，而美国本土生产的光伏组件镀电成本高达 0.35 美元，是中国的近2倍。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曾计划通过巨额补贴吸引光伏产能回流，但中国的成本优势让这一计划成效甚微。2025年美国光伏组件进口量，中国产品仍占 60% 以上，若强行替代，美国光伏电站建设成本将飙升 50%， 新能源转型进度至少延迟5年。储能领域的差距更为悬殊，中国储能电池产能占全球 75%， 宁德时代、比亚迪不仅掌握核心技术，更主导全球储能电池标准制定。美国新能源项目若采用中国储能电池，成本可降低 30%， 若采用本土产品，不仅产能不足，成本也大幅攀升。川普支持的石油能源虽能短期缓解能源供应压力，但长期来看已无法适应全球能源转型的趋势。中国通过光伏、储能的规模优势，牢牢掌握了电能时代的产业链话语权，而美国则因成本高企与供应链依赖，陷入想转型却无门的死胡同。中国此次的软封锁，绝非一时的贸易反制，而是全球供应链博弈的战略升级，标志着中国从贸易大国向供应链霸权的正式转身。这场博弈的核心早已从赚取贸易顺差转向掌控产业标准与话语权，而川普的思维仍停留在20世纪的贸易账本里。回顾过往，中美贸易关系长期呈现中国卖货、美国消费的格局。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与完整产业链向美国出口服装、家电、电子产品等低附加值商品，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美国则通过进口廉价商品压低通胀，同时享受美元霸权带来的铸币税红利。彼时的中国在贸易关系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即便遭遇关税制裁，也只能通过大规模反制来应对。本质上是求着卖货给美国，赚的是辛苦钱。但随着产业升级与供应链布局的完善，中国的博弈姿态已彻底改变。如今的中国不再追求全面出口，而是主动选择客户，对于遵守规则、开展公平合作的国家，保持供应链开放；对于实施技术封锁、极限施压的国家，则通过精准管制切断其供应链。这种转变的底气源于中国对全球供应链核心环节的掌控力。从稀有金属精炼、核心零部件制造到光伏、储能等新能源产业链，中国已构建起产能加技术加标准的3重壁垒，成为全球高端制造的供应链中枢。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通过供应链掌控力制定下一代工业的标准与度量衡。在电池领域，宁德时代牵头制定的动力电池快充协议安全标准已成为全球行业通用标准。在稀土领域，中国制定的高端稀土分离提纯标准被全球多数企业采纳。在光伏领域，中国的组件尺寸、接口标准主导全球光伏产业的发展方向。当中国掌握了产业标准，就意味着掌握了产业链的议价权与话语权。全球企业若想进入高端制造领域，就必须遵循中国制定的标准，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川普的悲剧在于，他始终用20世纪的贸易逻辑应对21世纪的供应链博弈。他以为加关税、建壁垒就能逼迫制造业回流，却忽略了全球供应链早已深度融合，而中国已掌握了产业链的命门。川普算的是贸易顺差的账本，而中国算的是供应链话语权的账本。川普挥舞的是关税大棒，而中国拿起的是资源与标准的遥控器。这种思维上的代差，注定了川普的制造业回流计划只能以失败告终。
中国的精准管制不仅击碎了川普的制造业美梦，更引发了及其盟友的信任危机。当美国逼迫盟友跟随自己制裁中国时，这些国家突然发现，跟随美国的代价是自己先陷入产业崩溃的困境。一场悄无声息的跳船潮正在上演，而川普的单边主义最终将美国推向了金融与产业的孤岛化深渊。德国的处境最为尴尬，德国汽车工业是其经济的支柱，奔驰、宝马、奥迪等车企的新能源转型高度依赖中国的稀土永磁电机动力电池供应链。中国的原材料管制落地后，德国车企立即面临零部件短缺危机。2025年，德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下降 18%， 出口量下滑 22%。若德国跟随美国制裁中国，其汽车工业将彻底失去供应链支撑，数十年积累的技术优势将化为乌有，沦为美国的加油站后花园。若坚持与中国合作，又将面临美国的政治施压与制裁威胁。两难之下，德国选择了战术性沉默，不仅没有跟随美国加码制裁，反而私下推动德国企业与中国稀土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试图规避管制风险。日本的困境同样严峻。日本在电子产业、新能源电池领域深耕多年，但核心原材料完全依赖中国进口。日本的半导体芯片制造需要铅，氢能源汽车电池需要稀土，甚至其引以为傲的氢能燃料电池也离不开中国的稀土催化剂。中国的管制让日本电子企业陷入停滞。2025年，日本半导体芯片产量同比下降 25%， 氢能项目推进受阻。日本曾试图联合美国构建稀土替代供应链，但因成本过高，技术不成熟，最终不了了之。无奈之下，日本只能暗中松动对华政策，允许本土企业与中国供应链保持合作，变相跳船。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则直接面临生死考验。三星、SK 海力士的芯片制造离不开中国的供应，中国的管制导致其芯片产能利用率不足 60%， 高端芯片出货量大幅下滑。韩国曾是美国芯片四方联盟的核心成员，承诺与美国共同构建去中国化芯片供应链，但中国的精准打击让韩国彻底清醒。脱离中国供应链，韩国半导体产业将失去全球竞争力。为此，韩国公开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中国的芯片封锁，并加大与中国在半导体原材料领域的合作，成为首个公开跳船的G7盟友。G7盟友的集体跳船，本质上是利益权衡后的必然选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已成为全球高端制造的供应链核心，离开了中国的稀有金属核心零部件。G7国家根本无法实现任何实质性的工业升级。川普的单边主义政策试图逼迫盟友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最终却让盟友认清了现实，跟随美国制裁中国只会让自己的产业先倒下。随着盟友纷纷跳船，美国在金融与产业领域的孤岛化趋势日益明显。在产业上，美国无法构建独立的高端供应链；在金融上，美元霸权因盟友的离心离德而被削弱；在外交上，美国的全球号召力大幅下滑。曾经的全球霸主正在被自己的单边主义推向孤立。中美供应链博弈的升级，让全球金融市场进入高波动、强分化时代。对于投资者而言，盲目跟风或恐慌抛售都非明智之举，唯有认清趋势，精准布局，才能在变局中守护财富。结合此次博弈的核心逻辑，我们从3个维度给出实操性避险建议。第一，拥抱战略金属稀缺性，把握资产估值重塑机遇。中国的软封锁直接凸显了铀、铊、稀土等战略金属的稀缺性
与战略价值。这类资产的估值将迎来重构。投资者可重点关注两类标的，一是全球范围内拥有勘、沾、稀土、原矿储备及精炼产能的企业，尤其是在中国之外，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的企业，如澳大利亚的稀土矿业公司、加拿大的 A1 矿企业。这类企业将受益于原材料价格上涨与供应链替代需求。二是战略金属 ETF， 如跟踪稀土、稀有金属指数的 ETF 可通过分散投资降低单一企业风险，分享行业整体上涨红利。需要注意的是，战略金属价格受地缘政治影响较大，投资者应控制仓位，避免盲目追高。第二，聚焦供应链重构标的，区分两类核心机会。供应链重构将成为未来数年的核心投资主线，投资者需精准筛选标的，重点关注两类企业，一类是能在中国供应链之外生存，具备核心技术与完整供应链的企业，这类企业多集中在高端制造领域，如美国的高端半导体设备企业、欧洲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他们能通过技术壁垒规避供应链依赖风险。另一类是深度嵌入中国新基建，受益于中国供应链优势的企业，如中国的光伏组件企业、储能电池企业、稀土加工企业。他们将在全球能源转型与供应链博弈中持续受益。需要警惕的是，多数企业难以脱离中国供应链，盲目布局去中国化标的可能面临业绩下滑风险。第三，警惕汇率波动风险，做好跨币种对冲。中美供应链博弈升级将加剧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波动。一方面，中国的原材料管制将支撑人民币汇率，因为全球对中国核心原材料的需求将增加人民币的结算需求。另一方面，美国的通胀压力与债务危机将削弱美元的全球信用，导致美元汇率承压。投资者应做好跨币种配置，避免单一货币暴露风险，可适当配置人民币资产，如中国国债、优质 A 股龙头企业，同时保留部分美元资产，如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美国科技股。对于有跨境投资需求的投资者，可通过外汇远期、期权等金融工具锁定汇率，对冲波动风险。此外，黄金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在地缘政治紧张、货币信用受损的背景下，仍具备配置价值，可作为资产组合的压舱石。地缘博弈的舞台上，从来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看清局势、顺应趋势的智者。川普以为关税是破解美国经济困境的万能钥匙，却忘了全球供应链的锁芯早已被中国更换。当中国掌握了稀有金属的产能与技术，主导了下一代工业的标准与话语权，传统的贸易摩擦手段早已失效。这场博弈的本质是新旧产业时代的交替，是供应链话语权的重构。川普的旧思维注定无法应对新时代的挑战，中国的精准降维打击只是这场全球供应链博弈的开始。随着能源转型的深入，高端制造的升级，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将愈发凸显。中美之间的博弈也将从稀有金属延伸至更多领域。G7盟友的跳船潮已预示着单边主义的破产，全球将进入多极化供应链时代。地缘博弈没有永远的赢家，但有看清局势的人。川普以为关税是万能钥匙，却忘了锁芯已经被换了。这场关乎全球产业格局的大戏才刚刚进入最高潮。互动话题：你认为中国接下来最致命的一招会是什么？是抛售美债，还是全面禁售关键半导体材料？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神预言。这场变局中，风险与机遇并存。对于投资者而言，唯有敬畏趋势，精准布局，才能在供应链博弈的浪潮中守住财富。
对于国家而言，唯有掌握核心技术与供应链话语权，才能在全球格局中占据主动。未来10年，全球供应链将持续重构，而这场博弈的最终走向将决定下一个时代的全球产业秩序。